好，歡迎來到知定講堂的啟蒙論壇，我是余茂春。今天許多人把美中關係描述成兩個大國之間無可避免的對抗，好像雙方注定要爭奪全球霸權。但歷史告訴我們，事實並非如此。過去200年來，對中國現代化貢獻最大的外國，不是任何一個歐洲國家，也不是日本，而是美國。不同於歐洲殖民帝國，也不同於日本帝國。美國並未企圖瓜分中國、佔領中國領土或把中國變成殖民地。相反地，美國透過教育、科學、醫學、商業、外交以及憲政體制的示範，深刻影響了現代中國。諷刺的是，正是這些貢獻，讓今天的中共不只是將美國視為地緣政治對手，更視為最大的意識形態敵人。美國對中國的友好態度有深厚的歷史根源。早在18世紀啟蒙時代，伏爾泰等思想家就對中國的科舉文官制度和高度文明讚譽有加。這種欣賞後來跨越大西洋，也深深影響了受過教育的美國人。美國建國始於一場反殖民革命，因此並未把中國看成一塊可以征服的土地，而是視為一個值得尊重與結交的古老文明。這種精神使美國的對華政策明顯不同於歐洲列強。英國靠鴉片打開中國市場，最終引爆鴉片戰爭，但美國從未走上這條路。美國商人確實在中國經商，但華府從未要求殖民地，也沒有像英國取得香港、德國取得青島、俄國取得旅順、日本取得台灣那樣要求類似的利益割讓。最能代表這一傳統的人就是普安臣 Anson Burlingame。1861年，林肯總統任命他為美國駐華公使。普安臣堅持中國應該被當成主權平等的國家對待，而不是帝國主義剝削的對象。他卸下美國公職後，甚至接受清政府邀請，出任中國派駐西方列強的首席使節，成為史上第一位代表他國出使的美國人。在他的努力下，美中於1868年簽署普安臣條約，這是西方國家與清朝簽署過最寬厚的條約之一。他承認中國主權，反對殖民脅迫，也鼓勵兩國人民自由遷徙。當歐洲列強忙着瓜分中國勢力範圍時，美國卻向中國移民敞開大門。只是這份善意後來引發國內反彈，最終導致1882年排華法案的通過。這確實是美國歷史上不光彩的一頁，但更大的歷史事實是在排斥之前曾經有接納，在猜疑之前曾經有友誼。同樣的精神也體現在1900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。在排外的義和團運動之後，歐洲和日本都在盤算如何瓜分中國，海約翰就堅持中國必須保持領土完整，並對所有國家開放通商。這項政策成功保住了中國的政治統一，也避免中國像非洲大陸那樣落入被全面殖民瓜分的命運。不過，美國對中國最大的貢獻不是外交，而是思想與知識。清末民初，美國傳教士、教育家與慈善機構在中國建立了許多一流的大學、醫院與研究機構，包括燕京大學、聖約翰大學、嶺南大學、華西協和大學，以及由默克菲勒基金會創辦的北京協和醫學院。美國後來還退還大部分庚子賠款，用來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，培養了一代又一代中國科學家、醫師、工程師、教育家與政治領袖。現代中國的高等教育、醫學、科學與工程發展都留下了清楚的美國痕跡。不止如此，美國也深刻改變了中國人的政治思想，憲政體制、三权分立、司法獨立、代议制度、個人自由與法治，這些理念深深影響了清末維新派與民國革命家。孫中山公開推崇美國憲政體制，而中華民國的建立正是這些民主原則的具體實踐。然而，歷史出現了巨大的斷裂。1921年，列寧派遣布爾什維克特工前往上海協助成立中國共產黨。1949年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，中共便處心積慮抹除美國對中國的影響，
並將美國視為自身政權生存的最大威脅。更諷刺的是，1979年之後，美國近半個世紀透過貿易、科技、投資與教育交流，甚至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，這種基於誤判的交往政策，反而讓一個從根本上敵視美國的政權變得更富有、更強大。這正如同前總統尼克森晚年所感嘆的，美國好像親手制造出了一個科學怪人 Frankenstein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中共真正害怕的從來不是美國的軍事或經濟力量，而是美國的理念。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在一黨專政、思想壟斷以及個人絕對服從黨的權威之上，但美國憲政民主正好相反，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同意，人民的权利先於國家，真理必須透過自由探索來發現，政治權利也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格制約。中國很清楚一件許多美國人已忘記的事，就是這些民主原則具有強大的吸引力，民主自由、言論自由、宗教自由、學術自由、憲政體制與法治，呼應的是全人類共同的渴望。這就是為什麼北京把美國影響力當成意識形態污染來處理，而不是普通的文化競爭。Google、YouTube、X、Facebook、Instagram、WhatsApp、Wikipedia外國媒體、大學與非政府組織之所以被審查、被封鎖，不是因為美國理念不堪一擊，而是因為他們太有威力。中共把美中緊張包裝成文明之間無可避免的衝突，但歷史證明，事實並非如此。早在中共出現之前，美國人就已經欣賞中國文明，捍衛中國主權，教育中國學生，興建中國大學，培訓中國醫師，接納中國移民，並對中國商品開放市場，這些作為沒有一項是出於對中國人民的敵意。所以今天美中對抗的根源並不是美中之間固有的衝突，而是民主憲政與馬克思列寧式獨裁之間永遠無法調和的鴻溝。中共害怕的不是美國本身，而是美國所代表的普世價值，以及那些足以喚醒、啟發億萬中國人民的自由思想。這就是美中關係最深刻的諷刺。對中國現代化貢獻最大的是美國，被中共視為最大威脅的也是美國。美國帶給中國最重要的，從來不是機器、資本或科技，而是一個革命性的觀念。政府存在的目的是服務人民，而不是統治人民。真理是透過自由被發掘，而不是由意識形態來定義。每一個人都擁有基本人權，任何政權都無權剝奪。換句話說，今天美中關係的悲劇在於，曾經派出普安城捍衛中國主權的美國，今天卻必須面對一個最恐懼普安城精神的獨裁政權。中共害怕的不是美國的強權，而是美國的核心理念。這個理念相信，自由社會之所以繁榮，是因為開放、自由、平等以及主權在民；而獨裁政權之所以能夠存活，只能依靠脅迫、審查與恐懼。